姐，喜欢我还是你老公啊？当然是喜欢年轻男人的。想什么呢？我说的是肌肉。赤白，我喜欢你。姐姐，和他离婚，好吗？你这是在向我求婚？是。别人求婚说的都是你嫁给我吧，你倒好，直接来一句跟你老公离婚吧。姐姐，别再把时间耗在那个出轨男人身上了，给我个机会，我要带你重新活一次。沈荣，你有必要这样吗？夏子悠就是个小孩儿，我和他就是玩玩，能不能别闹？要么分手，要么你给我收尸。我连命都押上了，周赫也依旧没有跟他分手，而池白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。姐姐，嫁给我，如果我和他一样负你，你亲自捅进去。池白不过是我因周赫也常年出轨赌气去会所点的那滴，本来不该有半点真心，可此刻少年人的爱意像火一样熊熊燃烧，带着燃尽一切的勇气。我突然被他的勇气所感染。好，蓉蓉姐，周总喝多了，我送他回来，慢点。蓉蓉姐，你去熬壶醒酒汤吧。哦，对了，别放桂圆还有姜，周总他不爱喝那个。行，辛苦你了。这周总也真是的，这大晚上的让一个漂亮姑娘送他回家，这但凡有一点真心啊，也不会这么糟践人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行了，别装了。谢了，他最近有点粘人，老想着让我离婚，得晾一晾了。周鹤远，我们离婚吧。沈荣，你又犯什么病啊？不是说好了各玩各的吗？好了，今天是我的错，不该让她送我回来。她就是一个小姑娘，别跟她计较。都回来这么久了，你都没往茶几上看一眼吗？沈荣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家里17套房产，包括悉尼和洛杉矶的那2套，我8套，你9套。公司22%的股份，你可以优先收购，按照市场价就行。沈荣，其他的呢，都是些小东西，平分就行。如果你不满意的话，我可以让律师。沈荣，沈荣，你认真的？字都签了，你说呢？你以前也有过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你什么手段都使过了。以前是想你回头，
现在我只想往前走。沈荣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夏子悠他不会影响你的地位，你怎么就容不下他？为什么偏要闹啊？这次还真的不是闹，是外边的小孩非要跟我结婚，不依不饶的，我拿他没办法呀。蓉蓉，就因为我叫夏子悠小孩，你就也编出一个小孩出来？是，夏子悠确实年轻，确实是小孩。巧了，我家那位也年轻，也是小孩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夏子悠不会影响你的，你能不能不要做牛角尖啊？要不然，财产再多分你一成，那边催得急，就当是给你的精神补偿了。沈荣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！你为了气我，你都能编出这样的谎话出来。周总，我不小心把脚给崴了，好痛啊！别怕，我马上到。蓉蓉，这段时间是我疏忽了你。王总刚才约我打了高尔夫，推不掉。大晚上打高尔夫，周鹤野，你现在这借口都懒得找。沈荣，这种事你不早就该习惯了吗？你今天到底闹什么呀？周鹤野，你凭什么觉得只有你可以在外面找？我没有。蓉蓉，蓉蓉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敢提开放式婚姻吗？因为我知道你永远不会背叛我，你爱我，爱到骨子里。是啊，我曾经那么的爱。蓉蓉，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现在有钱了，身份地位决定了我身边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，但我的心永远都是你的。无论外面怎么样，我最后都会回家的。周太太的位置永远都是你的。那我还要谢谢你这份恩赐。我先走了。你也知道，池氏集团我一直想要合作。王总跟池总关系好，他约我，我必须去。蓉蓉，你骨子里流着的都是爱我的心，否则当年我被误诊肾癌，你不会马上就签捐肾协议。刚才那些话不过是你想让我吃醋的小把戏。念念，你帮我一个忙，收集周鹤野出轨的证据。等证据到手，周鹤野，这婚你不想离也得离。周鹤野总说，年轻的肉体让人上瘾，可他忘了，男人贪新鲜，女人也一样。姐姐啊，今天你陪我好不好？
姐姐今天有事，乖。今天是周鹤野公司大会，作为股东，我还是要参加的。怎么，昨天晚上一夜还没够啊？我想24小时都黏着姐姐。你说你啊，长得这么好看，身边有这么多年轻漂亮的小姑娘，你怎么就……姐姐，我就喜欢姐姐。年轻男孩的深情蜜意，果然让人血液都要沸腾，如何能不心动呢？姐姐也喜欢你，乖，等姐姐回来。姐姐，姐姐，怎么是你？邵总，周氏集团今天开公司大会，邀请了老爷子，但老爷子的身体不太舒服，想要您代为参加。来，哎，好久不见啊！来，喝点。我去，正宫和小三同框了，这是什么大型修罗场？蓉蓉姐，周总怎么让你一个人过来了呀？你说你这路上要是遇到点危险可怎么办呀？但凡有点真心，也不至于这么糟践人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哼，报复心还挺重，现学现卖。我们家司机开劳斯莱斯来的，很安全，夏小姐不必操心。哦，昨天晚上周总可不是让我一个人回去的，他在我公寓，我们忙了一整晚呢。你不过是一个没男人宠爱的老女人罢了，装什么呀？周鹤野他早就跟我说过，他对你没兴趣了。周鹤野品味还真是一如既往，说好听点儿是天真单纯，这说难听点儿就是胸大无脑。也不大。首先，离不离婚是我的家事，轮不到你一个小三儿来说道。其次，我还是这周氏集团的股东，我随时可以开了。开了我？蓉蓉姐，你怎么了？蓉蓉姐，我不知道哪里惹你不开心了，你要这样，给你道歉，你原谅好不好？沈荣，你胡闹也要分场合吧？给子悠道歉！快给子悠道歉！这怎么回事？夏小姐的衣服都湿透了，好可怜啊！我再说一遍，给子悠道歉！这宴会厅里新装了监控，只要把监控给调出来，就能知道刚刚到底是谁泼了酒。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我要求公布监控，还我一个公道。什么？宴会厅里装了监控？周总，我……沈荣，今天池少总也会过来，和公司签订合作协议，你非要在这个时候跟我闹吗？所以周鹤也什么都清楚，
也是，他的手段如此低劣，周鹤也怎么可能看不出？无非是仗着我对他的爱有恃无恐。不公布监控，难不成让我来背黑锅吗？我敢调监控，你们为什么不敢？沈荣，你够了！你给子悠道个歉，这事就过去了。谁会成为笑话，还尚未可知。蓉蓉，我不是说过吗？我爱的人只有你，你爱的人也只有我，不是吗？你就当是为了我，忍一忍好吗？既然我的爱可以成为你有恃无恐的理由，那么我收回我的爱。这是什么？草莓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外面有人了。谁留下的？当然是我家小孩。昨天晚上他可是缠了我一夜。沈荣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心里不可能住下第二个人。这些不过是你为了吸引我注意力的小把戏，你以为我会信吗？怎么？难不成非要我把他带到你的面前，当着你的面再亲一口？好啊，要是真有这么个人的话，你把他带过来，当着我的面再亲一次。石家邵总到。石少总来了，先到此为止。谁来都没用，查监控，现在，立刻！你知道我为了搭上池少总，我赔了多少笑脸，当了多少人情吗？我再说一次，查监控。夫人身体不适，带她回去。周鹤影，你敢？沈荣，你先回去休息。我自己走。哎呀，石少总，石少总，久仰久仰啊！好，我，姐姐不喜欢有钱男人，现在还不是让她知道的时候。听着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吃白。少总，别跟我开玩笑了。这个池少总，你给我当好了。池少总，来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念念，帝景酒店的老板是你的叔叔，对不对？你帮我一个忙。石少总，您今天啊大驾光临，我可实在是……你不过是一个没男人宠爱的老女人吧？周鹤也他早就跟我说过。蓉蓉姐，你……谁放的？关掉！立刻关掉！姐姐啊，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我以为你要到很晚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怕你回去太晚不放心啊。哎，你老公公司大会，他的姘头不会也在吧？是啊，刚才还大战了一场，但敌我实力悬殊。那谁赢了？你猜？我就知道我们家姐姐啊，一定输不了。哎，姐姐，我来开吧。好了啊，别哭了啊！周总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，你啊，就是小孩子心性。
可是蓉蓉姐她非要查监控，池少总都被她气走了，大婚也办不成了。她这样不顾及公司形象，她根本就配不上你。要不你们还是离……他是跟我提了离婚。那你……欲擒故纵罢了，他离开我根本活不了。可我刚刚听说她脖子上面有吻痕，你说蓉蓉姐她在外面是不是有男人了？他找男人？哼，除非是我死了，否则绝不可能。不，哪怕我死了，化成灰，他也只会守着我的骨灰盒过一辈子。那万一……就算他真的有出息，在外面找个男人，别说离婚了，我直接净身出户。吻我。他刚刚不是说，如果我真的有男人的话，他就愿意离婚？还有，周总，那不是蓉蓉姐的车吗？副驾驶好像还有个男的。沈荣，沈荣，神经病啊你！他走了，可是我还没亲够呢。年轻男孩的吻，真是滚烫的让人发馋，让人无法抗拒。去哪儿了？周鹤野，你可以签字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说，如果我在外面有人的话，你就可以离婚，净身出户吗？你听到了？你也在停车场？不止听到了，我还……够了，沈荣！你以为你弄几个吻痕就能骗我吗？戏演过了就假了，你这样只会让我更恶心。算了，再等2天，证据就要到手了。随你。今天闹成这样，你就没什么要说的吗？说什么？你今天当着池少总的面放监控，你知不知道对公司影响多大？你对得起公司，对得起我吗？对不起你，我就是太对得起你了。你难道你忘了吗？在你最穷的时候，是谁陪你吃了1个月的泡面？是谁陪你住最脏最乱的地下室？是谁连一件衣服都舍不得买，就为了给你攒创业的资金？你的那些人脉资源都是我求来的，没有我，你能有今天的成就吗？而你呢？你有钱了之后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你有钱了之后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？够了，沈荣，你能不能别再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？沈荣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自由吗？因为他的眼里只有现在的我，而你永远记着的是我最狼狈的样子。
原来陪一个男人共苦，倒成了原罪。有空吗？陪我坐坐。姐姐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喝完会不会开心点？你怎么知道我心情不好啊？姐姐，你虽然装作没事的样子，但你的眼睛在哭呢。姐姐，别难过了，不爱你是他的损失，又不是你的。来，喝点甜的。我和池白也就在一起半年，而周鹤野呢，10年。所以在一起半年的人都能看出我难过，周鹤野会看不出吗？他不过是不在乎。别管。不接我电话，好得很呐！要不是我好不容易才让池少总接受见面，我才不找他。周总，定位显示太太就在前面转角的那家奶茶店。哎，周总，定位显示就在这里，但是好像不太对。什么不太对？这个是情侣包厢。情侣包厢？你什么意思？就一个人来情侣包厢啊？沈荣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寂寞了？周鹤野，我家小孩去洗手间了，你等一等，他马上就回来了。要不你还是接一下吧。姐姐，那我正好去个卫生间。10年夫妻啊，我真没想到你这么会编故事啊！怎么，要我给我家小孩打个电话，让他马上就回来了？好了，蓉蓉，我知道你因为夏子游的事情受了刺激，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在我心里面永远都是第1位的呀。周鹤野，既要出轨又立深情人设，你真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。你好，我不和你争。我找你来是要带你去池家茶楼。池少总因为今天的事情撤资了，这事儿是你惹出来的。现在跟我去和少总解释清楚。周鹤野，这件事情不是我惹出来的，是夏子悠他惹出来的，凭什么让我来兜底？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，是不是他上厕所，你还要我给他擦屁股？你少总，老爷子让你来的。是，怕您不去茶楼。
我会去的。那现在，当然等姐姐心情好了再说。这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就算等到天荒地老也得等，她比什么都重要。行，你不和我同车就算了，我先去茶楼等你。老爷子让我见的，竟是姐姐和那个杂碎。姐姐，不想去就不去。他倒是提醒了我，石家撤资也会影响我股份的价值。周氏有姐姐的股份，光顾着替姐姐出气，竟然忘了这个。不过要我说，这池家少总好大的架子，要人上门解释，这不就是闲得发慌？就是那心眼比针眼还小。你怎么了？姐姐，这池少总不仅帅气，而且大气，让人上门解释，肯定不是他自己的主意。帅气且大气对啊，还特别专一，不仅你怎么而对池少总那么熟悉？我在会所待过几年嘛，人脉广，消息也比较灵通嘛。不过，为了钱，我确实得去。毕竟，弟弟这么年轻，正是需要花钱的时候。姐姐，怎么对我这么好？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啊？这小老公，连我手指都像在点火。我先进去，你……姐姐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姐姐，姐姐，要亲亲。姐姐，脸青了，嘴巴吃醋了怎么办？还真是个会撩人的小老公。你刚才在干什么？和我家小孩亲亲啊，就在那边车里。你要过去认识一下吗？哼，难怪拒绝和我同车，原来安排了这出戏。沈荣，这种手段反复用，只会让人反感。既然你不信的话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只是你现在有多笃定，被打脸的时候是有多狼狈。周总，池少总撤资的事儿，老爷子也爱莫能助，只能尽力帮你约见池少总，看能否挽回一二。替我谢过老爷子。沈荣，待会儿见到池少总，好好认个错。认错？周鹤野，我来只是考虑到我的损失，才想解释一下，但也仅限解释。认错？你想都别想。沈荣，你就不能做错事情的又不是我，是他夏子悠。你想带人来认错，也是把他给带过来。沈荣，夏子悠只是一个刚毕业2年的小姑娘，她知道什么呀？她哪见得了这样的场面啊？哼，所以陪你把公司从地下室熬到独栋大楼的我，就活该替你那养在温室里的小娇花赔不是。哎，邵总有些感冒啊，两位就在这里止步吧。感冒？昨天不还好好的？池少总，
我特地带我妻子过来，为昨天闹剧道歉，还请您道歉。我记得做错事的并不是沈小姐。周总的姘头是见不得光吗？你老公公司大会，他的姘头不会也在吧？为什么他的声音像赤白，连说的话都那么……周夫人，邵总今天不见客。赤白从不穿正装。沈荣，你不会以为都姓赤就是一个人了吧？也对，阴沟里的东西见光就得死。池少总，夏小姐只是普通员工。普通员工，那贵公司的股东沈小姐算什么？给普通员工擦鞋的下人吗？邵总，子悠年轻不懂事儿啊，20多岁还不懂事，那是不是得等到进棺材了才能懂事？这池家邵总竟然这么毒舌。姘头犯错，周总却让沈小姐来道歉，是谁给周总的勇气啊？应该是梁静茹给的吧？闭嘴！这配合绝了！出轨是夏总，包庇小三是眼瞎，把公司大会搞成狗血剧。周鹤野，就你这样也配谈合作？回家哄你的小情人，玩过家家去吧。句句扎心，这位邵总是专门来替我捅刀的，就是可惜了，看样子得损失这笔投资了。不过，我倒是很欣赏沈小姐。姘头搞事情就当场调监控，沈小姐够狠，对我胃口，就冲你这股狠劲儿，跟我池家做生意稳了。只要这池家邵总还愿意，跟周氏的合作，我只认沈小姐一个人。明天1个亿的注资就会单独打到沈小姐的个人账户上，至于利润，她10成。池少总，这不合规矩吧？送客。是。两位，请。慢着，老爷子让你来，是给你个道歉的机会，但是该道歉的人好像没到啊。池少总，我明天带子悠来。罢了，我对看跳梁小丑不感兴趣，让他自己写好检讨书，贴在工位上。记得，全公司复印，人手一份。池少总，这是我的家事，你未免管得也太宽。哼，可我就爱多管闲事。哦，对了，听说周总最近在死磕城西地景，巧了，那个项目的决定权就在我手里。池少总说的是，子悠确实该罚。沈荣，沈荣，你是不是认识池少总？你都跟他说了什么？他到底为什么帮你？为什么帮我？你作为周氏集团的掌舵人，公私不分，是非不明，在公司大会上纵容夏子悠他乱了，你破坏的是行业的规则和体面。池少总他不是在帮你，而是在打你这个掌舵人的脸。你连最基本的体面都丢了，现在倒是有脸来问我了。沈荣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咄咄逼人呀？啊！子悠他从来都不会这样，因为他知道他不会让我难堪，知道要给男人留足脸面。
对啊，周鹤野，很多男人确实喜欢涂丝花，因为他们可以给男人带来无脑的崇拜和虚假的顺从，而真正优秀的男人根本不需要从女人的膝盖底下找存在感。怎么流这么多汗啊？没开空调？一路跑太急了，差点错过姐姐。不知道啊，一看到姐姐就浑身发热。小骗子，油嘴滑舌。姐姐啊，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那个池少总有点奇怪，他为什么帮我，还狠狠地削周鹤野？可能这个池少总他是个好人，路见不平。好人？弟弟，你这会所的消息不灵通啊，跟我听过的传闻一点都不一样。哦，好。什么传闻啊？传闻池少总年纪轻轻，杀伐决断，手段凌厉，这杀人不眨眼的。杀人不眨眼？谁在外面这么活用形象？等下就让李特助去查，查到送飞诏。姐姐，传闻不可尽信啊。我倒觉得这个池少总是真性情，快意恩仇。你看他年少有为，身居高位，听说还特别专一，简直是完美男人的标杆啊！听你这么一说，确实挺不错的。那姐姐也喜欢他？但是弟弟，你当着姐姐的面这么夸一个男人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啊？因为我也仰慕他嘛，这么优秀的男人谁不仰慕呢？姐姐仰慕，我也仰慕，这叫英雄所见略同，对不对？那姐姐，我记得你说你不喜欢有钱的男人，那现在有没有对这个池少总有所改观啊？烫死了！哎呀，来，我给你吹吹。没事没事，来，好香啊！来，蓉蓉，你吃。我还是不喜欢有钱的男人，但是姐姐要自己变成有钱人，养弟弟。姐姐，你怎么带我来这儿了？池少总的钱已经打到我的账上了，姐姐现在可是富婆了。想要什么随便挑，姐姐买单。姐姐，你对我真好。池少总，你要是他怎么不提前通知我一声啊？我好安排。池少总，你要是他怎么不提前通知我一声啊？我好安排啊！池少总，你别走啊！池家少总也来了。这是池家的产业，不少人认识我，得提前说一声，以免被姐姐知道。姐姐，你穿高跟鞋很累吧？我先去挑，待会儿你来买单就好。你去前面休息一下吧。快去，去吧。周总，检讨书出来之后，我都成了全公司的笑话。好了，子悠，你也别生气了。这样，你想买什么，尽管买。蓉蓉姐，
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。昨天的事情都是我不对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不要跟周总置气了。因为你置气，你哪里来的勇气说这种话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和周贺也一样，梁静茹给。沈荣，你蓉蓉姐，我知道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对，我。子悠，沈荣，这里可是监控死角，我看你这次怎么办。蓉蓉姐，我跟你道歉呢，你怎么能推我呢？你刚刚说我推你了。蓉蓉姐，这件事情是我不对，但是你也不能。你既然说我推你了，那我不推你一下，岂不是对不起你？沈荣，你太过分了。是他说的，让我过分一点。蓉蓉姐，我一向尊敬你，可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只能让大家来评评理了。刚刚这么多人都看到了，是你推的我。是啊，这怎么还推人呢？过分了！夏子瑶，你信不信？我说一句话，就可以让你被千夫所指。大家看好了，这便是我的丈夫，还有这位，就是他养了2年的小三。你，嘿，原来是小三啊！偷人还敢上门挑衅原配，姐妹，我替你收了这个女人，小贱人，我打死你！你走开！走开！这视频要是流出去了，吴家就完了。周总，刚刚那么多人欺负我，你要帮我。好，乖啊，不和他们计较。明天晚上我带你去同学会，怎么样？你不是一直埋怨我把你介绍给同学和朋友们吗？好吗？姐姐，没事吧？当然没事了，姐姐我呀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要有事儿啊，那也是别人有事儿。我就知道，姐姐最厉害。蓉蓉，我这边已经拿到周黑野出轨的证据，你可以起诉了。蓉蓉，离婚起诉书法院的人会送过去。我签字给他吧，有始有终。我和他的关系，我要亲手做个了结。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夏子悠。哎，夏子悠啊，夏子悠。贺爷，当年你跟沈荣可是咱们班的金童玉女，公认最恩爱的一对儿。就是呀，贺爷，你这架势是不是要和沈荣离了？离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们是开放式婚姻，懂吗？他同意了的。他玩他的，我玩我的，这婚永远都离不了。得了吧，贺爷，沈荣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？他就是同意了。那贺爷，你不怕沈荣也在外面找？怕什么呀？啊，沈荣他离开我都活不了。你们呀，就别操心了啊。
周鹤野，这些都是老同学，你把夏子悠带到他们的跟前，还真是一点脸面都不给我留了。周总，人家受了这么大委屈，他怎么还来了？你来做什么呀？啊？哦，是明白对子悠太过分，知道错了。行，倒杯酒，再道个歉，这事就翻篇了。鹤野，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啊？他做错了事儿，我让他喝酒赔罪，怎么了？鹤野，真别太过了，小心收不了场啊！过什么过呀？当年我被误诊肾癌，他二话不说就签了捐肾协议，害我爱得死去活来，这点小事算什么呀？全肾都看，倒杯酒，搞不好真愿意。这沈荣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真是丢我们女人的脸！同意开放式婚姻就够离谱了，还给小三陪酒道歉，他就这么爱？怎么样，满不满意啊？丢人现眼，难怪周鹤也敢带情人，还肯定他不会。你，周鹤野，我们离婚。今天这婚，你不离也得离。沈荣，你又在跟我玩什么欲擒故纵啊？你以为你这样威胁我，我就会妥协吗？我告诉你，做梦！他就是闹脾气，太爱我了，接受不了我有别人。过2天就好了，啊？对了，有件事情忘记跟你说了。你说开放式婚姻，没错，你外边有人，我也有了。你在外面那么快活，我凭什么要委屈自己守着你？沈荣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外边的人啊，腿比你长，脸比你帅，最重要的是比你年轻，血气方刚，精力旺盛。沈荣，你疯了！姐妹们记住了，犯不着委屈自己。老公要在外面快活，那我们也要快活，不仅要快活，还要找比老公强上1000万倍的人快活。太帅了，太帅了，沈荣，姐气，这才是我认识的沈荣。鹤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追啊！我追他？笑话！他都这么刺激我了，还编了这么多故事，我追他干什么呀？离婚起诉书都甩你脸上了，你还嘴硬？你再不追，这婚真离了，你哭都来不及。行，那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。周总，沈荣，你给我站住！放开！周鹤野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说的。沈荣，你闹够了就跟我回去。闹？当着老同学的面把话说清楚，收回你刚才的疯话，再给子悠道个歉，这事就算过去了，我可以当没发生过。周鹤野，我都做到这份上了，你还活在自己编织的梦里，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沈荣，你别不识好歹啊！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跟我回去，不然我们就真完了。机会？当初我给你机会的时候，你把它踩在脚底下，现在我不需要。行，你非要闹是吧？离就离。只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妈她会接受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爸当年出轨那么多年，你妈她最后不也都忍下来了吗？
最后不也都忍下来了吗？周鹤影，你真无耻！沈荣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女人嘛，闹到最后不都得认命？你妈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蓉蓉，别开门，闹大了，受伤的是妈妈。外面他们不会说男人的不好，只会说是我们女人没有，留不住他们。认命啊，这就是我们女人的命。妈哥，我绝对好声音啊！哥们儿，你看，那有个小美人，跟着她自己哭呢。妹妹，一个人多没意思，陪哥几个玩吧，保证让你开心。放开我！还挺厉害啊！哎，哥喜欢。松开！松开！放开我！姐姐。还挺厉害啊！还喜欢。不是你！姐姐，姐姐，是我，没事了啊？赤白，是不是女人离了婚之后就活该被人戳脊梁骨？是不是男人就应该出轨，女人就应该忍受着呢？姐姐，我不能骗你说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嚼舌根的烂人。所以呢，我就应该学我妈，忍1年、2年，忍一辈子。我早就知道他出轨了，我忍了，可是我连割腕都换不回来他的心。而我妈呢，要我打碎牙齿或血吞，说这是女人唯一的活路。姐姐，咽下委屈只会换来变本加厉的糟践。你要活成太阳，把那些阴沟里的脏东西都烧干净，要活得漂漂亮亮，活得风风光光，这才是你的未来。沈荣，你听见了吗？从今往后，你一定要活得漂漂亮亮，活得风风光光，活给所有人看。赤白要陪着姐姐，活得漂漂亮亮，活得风风光光。沈荣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这一步踏出去，可没后悔药吃。压根就不用想，赶紧走吧。沈荣，离婚不是儿戏，撕破脸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我给了你那么多台阶下，是你自己非要。蓉蓉，哎呀，要不是鹤爷给我打电话，你是不是打算把我蒙在鼓里啊？这天都要塌了。妈，今天就算你来了，也改变不了任何的事情。今天这婚我离定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啊？哪有猫儿不偷腥的？那是男人的本性。
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咱们女人啊，心缝宽一点儿，忍一忍就过了。等他们男人年纪大了，玩累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这日子还不是照样过吗？蓉蓉，听妈一句劝，认命吧。那哪个女人不是这样熬过来的？既然这是咱们女人的命呀，那就要认。认命？妈，我才30岁，我的人生凭什么要耗在一个忍字上？我的人生，我凭什么不能自己来做主？蓉蓉，你想过没有？离了婚你要怎么过？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吗？那是耻辱。那唾沫星子呀，都要把你给淹了。以后谁还要你？谁还看得起你呢？好，那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看着，看看有没有男人会要我，看看我沈荣离了婚之后到底能活成什么样。站住！蓉蓉，妈妈忍了一辈子，像吞玻璃渣一样的忍着。蓉蓉，别开门，老大，受伤的是妈妈，你怎么就不能忍？你脾气怎么就那么倔？你怎么就那么不听话？如果没有赤白，或许我真的会像你期待的那样，忍到把自己埋进土里。但现在，赤白要陪着姐姐，活得漂漂亮亮，活得风风光光。我不可能再忍了。我不可能再忍了。蓉蓉，你就算不为了我想，你为了你自己想一想，离了婚，在别人眼中，那就是没有人要的破鞋。你以后怎么在姐房面前抬头做人？那就活到最精彩，活到最优秀给他们看，让他们把那破嘴都给闭上。妈，我是您的女儿，但是我自己的人生由我自己来做主。这辈子，下辈子，我绝对不会做第二个刘素贞。不原谅，不疗伤，不松绑，不接受善良是我的退让，来一报一还与我感同身受。自由，这是自由的味道。沈荣，这是在等我？他后悔了？哎呀，沈荣，终于知道玩脱了都不住了是吧？你说你就为了跟我争口气，把婚都离了，有意思吗？沈荣啊，我知道你现在肯定是后悔了，不过嘛，这法院已经判了，我也不可能马上跟你复婚啊。这人呐，就是要为自己的冲动和错误付出代价，长长记性。姐姐，离婚快乐！姐姐，离婚快乐！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。明天是个好日子啊！沈荣，这他妈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！白纸黑字，法院判了，周先生，我们两清了。怎么，怕我哭鼻子？搞这么大的阵仗？
理了。干干净净，一刀两断。你他妈到底是谁？放开他！正式介绍一下，周鹤野，这是我们家小孩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比你顺眼，比你新鲜？沈荣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你为了气我，怎么办啊？他不相信。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我说放开他！滚开！知道我是谁吗？别碰我！嚷嚷什么呀，前夫哥！都离婚了，除了干瞪眼，你还能干嘛？放开他！我说放开他！怎么还没看够？沈荣，你没看够也不给看了，我们得回家做点大人该做的事。谢了，前夫哥。沈荣，你给我站住！说清楚！站住！鹤野，够了！鹤野，再打出人命了！鹤野，他真找了男人，真找了，真找了！还当着我的面亲，他沈荣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鹤野，同学会上你可以带着你的情人当面来羞辱他，他为什么不可以当着你的面亲别人啊？咱俩是朋友。但你这太双标了。他爱我，他的眼里从来就只有我一个。爱你？他爱你，他可以在你面前亲别人。醒醒吧，鹤野！你他妈到底是来劝我的，还是来气我的？我是让你认清事实。你放把火烧了别人的后院，你就别怪别人点把火燎到你。事实就是他沈荣不该这么对我。周总查到了，说，沈荣找这小子什么来头？沈荣找的这个男人什么来头？那个人叫赤白，家境不太好，所以在金地会所当男模。我就知道他不可能放下我，他找个男模就是想气我，我就知道。预备辆车，去沈荣那儿。等等，鹤野，池白，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过。池家那位少总的名字，好像就是叫池白。池家少总？你确定？池家少总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，但是我确实是在哪里听到过。不可能，他要是真是池家少总的话，怎么可能配合沈荣演戏来气我？怎么可能看中沈荣这个离过婚的女人？动动你的猪脑子吧！我猪脑子？沈荣那么好的一个老婆让你作没了，我看你才是瞎了眼的猪脑子！哎，等等，姐姐，剥虾这种事情还是男人来吧。鹤野，你很久都没有给我剥过虾了。沈荣啊，今时不同以往了，我现在什么身份啊？像个女人似的给女人剥虾，这传出去了，脸往哪搁呀？姐姐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觉得以后再也不要找什么有钱的男人了，嫁给你这样的就很好。
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姐姐说的对，只是我们的婚礼还在筹备，可能需要那么些时间。姐姐不会怪我吧？看来我选择暂时瞒着姐姐是对的。快说，别被姐姐发现了。邵总，周鹤野的人在查你，让他们查。姐姐以为我什么身份，就让他们查到什么。好。姐姐刚离婚，这个时候知道真相，会恨我骗她。我得缓一缓。但也不能拖太久，等婚礼准备好了，就必须告诉姐姐真相。但你真的准备自己全权操办，给我个惊喜啊？弟弟，你可别把自己给累着了。姐姐，我说了，我来安排，这是男人的事。好。好吃吗？你也尝尝。我想尝姐姐嘴里的。如果爱曾存些温度，这场梦会自动退出。猜猜，他现在在干嘛？周总，这我哪知道啊？肯定在哭啊！哎呀，果然，密码还是他生日。学着点儿，女人就是这样，就是喜欢欲擒故纵，就是想让男人哄着。说白了，所谓的离婚，不过是想让我彻底低头罢了。周总，还是你英明。你信不信？我哄2句，他立刻扑到我怀里。沈荣，他为什么在这儿？沈荣，他为什么在这儿？怎么了，周鹤野？在法院那边没看够，还要追到家里来偷看了？他为什么会在这儿？你们玩真的啊？我们要结婚了，他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吗？结婚？沈荣，你别装了，我知道他的底细。一个会所里的男模，你真要嫁给这种男人？不行吗？沈荣，你为了气我，你至于这么作践自己吗？这位先生，收起你恶心的幻想。从姐姐为你割腕，你却冷眼旁观起，她就已经对你死心了。我们也是那时在一起的。割腕？那是半年前。半年前？你们在一起半年了？对，半年，以后就是一辈子。沈如，我要你告诉我，我要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，你是认真的。周鹤野，我早就没有必要气你了。他年轻体贴，长得比你高，身材好，最重要的是嘴巴很甜，所以我移情别恋很正常吧？沈如，我绝不允许你找个男模来糟践自己。周鹤野现在这副歇斯底里的样子，真是像极了当年的我。姐姐，滚出去！这是我和姐姐的家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小白脸也配碰我？是这，我比你年轻，比你有力气，比你高。在这里受伤的只会是你。沈如，是池少总给你的底气吗？
你以为池少总给你点投资，就真把自己当成女强人了，也学起男人保养起小白脸了？沈荣，你太天真了，女人永远成为不了男人的对手，你会后悔的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沈小姐会哭着扑进周总怀里吗？怎么……周总，立刻约池少总，告诉他，我愿不计一切代价让利，换合作。条件是立刻终止和沈荣的项目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他敢这么硬气，不就是仗着池少总要跟他合作吗？哼，池少总跟他停止合作，他还怎么硬气？一个男模能对你多真心，沈荣，我马上就会让你看到真相。还有，给我去查一查。美男出浴，还真是养眼。你衣服呢？姐姐，你看，肌肉会动。姐姐，他有影响到你的心情吗？原来是在担心我，这个傻子，好得很。那姐姐，我们是不是可以……停！你这脑袋里每天装的都是什么？装的都是姐姐啊！哎呀，你赶紧出去，我要洗澡了。我陪姐姐洗。你不是洗过了吗？再陪姐姐洗一次。不要。池白对吧？这么着急啊，前夫哥？我等了你2个小时。没办法，我得哄姐姐睡觉。姐姐不在我怀里，睡不着啊。不过一个区区男模而已，碾死他易如反掌，犯不着和他置气。1000万，离开沈荣。你们已经离婚了，那又怎么样？他只不过在跟我斗气。就算是离婚了，她也曾经是我的女人，我是绝对不会允许她跟你这种除了脸一无是处的男模鬼混。还有身材。别废话，拿钱走人。果然，这种货色，你凭什么觉得1000万就能让我离开姐姐啊？我再给你1000万、2000万，这可是你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。我和姐姐已经在筹备婚礼了，以后她挣的每一分钱都有我一半。哦，对了，池少总可是很欣赏姐姐，姐姐以后可是前途无量。你这2000万还是留着给自己养老吧。婚礼？谁允许你们筹办婚礼了？这表百纳限量版，价值上亿，他一个男模怎么可能会有？这表不是放在家里吗？
怎么在口袋里？这表哪来的？你到底是谁？姐姐送的。不可能，他绝对不会买上亿的手表。怎么不可能啊？谁让我年轻，谁让我长得帅呢？姐姐她就乐意宠我。你，姐姐说，这都是小意思。你，好，直说吧，你到底怎么样才离开沈荣？想让我离开姐姐啊？不可能。你有病是吧？啊，那么多年轻女人你不要，你非得缠着岁数大的是吧？年轻女孩有姐姐成熟吗？年轻女孩有姐姐有魅力吗？女大三抱金砖，女大十样样值。我不仅要和姐姐结婚，我还要跟她生一堆小宝宝呢。小白脸，你找死！你敢打我？我告诉你，再敢纠缠姐姐，别说打你了，我让你的整个周氏跟着你一起陪葬。这气场怎么会如此强大？我在商界混了10几年，都从来没有见过。他不过就是个男模，错觉，一定是错觉。直白，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醒来发现你不在，我就下楼找找。你这脸上是怎么了？没事，姐姐，我们走吧。到底怎么了？他约我出来见面，想让我离开你，我不愿意。就周鹤野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对他做了什么？沈荣，你是眼睛瞎吗？是他对我动了手，你看看，这是血。周鹤野，你这撒谎也得有个度。你脸上有什么？直白。小白脸，你找死！姐姐，姐姐，他还要打我，害怕。你这个不要脸的男绿茶啊！你再装，再给我装！不是，沈荣，你疯了呀！他都是装的，你没看见呀？我只看见你想动我的人。那是我的血啊，那是他自己抹上去的。周鹤野，你一把年纪了，欺负一个小孩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对，你要脸吗？你们，沈荣，等等，沈荣，我没动他。你先上车。哇，你先上车。沈荣，你不可能相信这种幼稚的把戏。我相信啊，你当年不也相信了吗？周总，好疼啊！沈荣，还不快和子悠道歉？你比他大那么多，还欺负他，你要脸吗？是他自己弄的。周总，我没有。够了，沈荣，他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他不像你，没有那么多心眼。所以啊，我们家小孩他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有什么坏心眼？你以为都像你这样吗？你听好了，我的人不管真假，我都乐意宠。宠到连上亿的手表都买给他是吧？沈荣，你是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对吧？我什么时候买了上亿的手表？先不管真假，气死他再说。是啊，我就是买了一块上亿的手表给他。怎么，你不服啊？你不服的话，给你家夏子悠也去买一块。沈荣，你一向最懂分寸，你不可能跟这个一无是处、只图你钱的小白脸混在一起。还是说我真的伤你太深了？如果我……停，我们之间没有如果。哼，
行，我看你啊，就是被这个小白脸冲昏了头脑。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他就是冲着你的钱来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总该有些让人图的东西吧？幸好啊，我现在就是有钱。有钱？沈荣，你别以为池少总帮了你点忙就觉得稳了。我告诉你，商人只看利益。我已经找池少总谈过了，我让的利比你还多。等我签了合同，沈荣，你就等着哭吧。姐姐，还疼？要亲亲？行啊，别装了。你真以为我没看出来啊？姐姐都知道了。但是无所谓，姐姐乐意找你。不过下次要装的话，要装得更严重一点，这样的话我打他才有理由更狠。好，我记住了，姐姐。哦，对了，我什么时候送过你一块上亿的手表啊？看来周鹤爷也没胡说，这表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姐姐，我错了。我就是虚荣心作祟，想让他嫉妒，让他知道姐姐疼我、爱我，才故意吹嘘的。姐姐不会生我的气吧？我最烦吹嘘的人。姐姐，但是弟弟吹嘘起来不仅不讨厌，还觉得怪可爱的。以后在他面前你就多吹一点，气死他。好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是得结合实际一点。弟弟啊，咱们又不是演短剧，这上亿的手表姐姐可买不起。放眼整个帝都，估计就只有池少总会舍得买吧。那姐姐再努力，争取比池少总还有钱。这个我还真努力不了一点儿。姐姐会有那一天的。不过呢，男人确实应该有一块表。明天姐姐带你去买。周总，池少总那边还没有回复。还没回？我上的力还不够多吗？可能池少总在忙吧。我听说他在筹备婚礼。婚礼？和哪家千金呢？时间怎么毫无风声？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。去打听一下，再准备一份厚礼。另外，池少总那边继续去谈。我提出那么高的价码，就不信他不动心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派人去接一下夏子悠，告诉他，我要带他去挑块表。是啊，我就是买了一块上亿的手表给他。怎么，你不服啊？你不服的话，给你家夏子悠也去买一块啊。周总，你怎么突然想起带夏小姐买表？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是。这块好看吗？好看。那这块呢？也好看。你怎么什么都说好看？姐姐选的都好看。那是，吃软饭的能不说好看吗？怎么，上亿的手表不嫌够，
非要把你榨干了才甘心吗？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男人伸手问女人要东西，脸都不要了。沈柔，你以为你找了一个这样的货色就能气我？这就是周总说的小白脸啊，脸是够精致的，可惜呀，再好看又有什么用？男人没钱不如狗。把你们这儿最贵的女表拿来。周总，你人真好。当然，我可干不出吃软饭这种事。真正优秀的女人啊，只会让男人花钱。蓉蓉姐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开窍？各位贵宾，下午好！本商场今日举行幸运大抽奖活动，特邀各位参与，特等奖1名，可享本店单次消费全额免单。我来试试。恭喜这位先生获得今日免单特等奖。这经理怎么有点眼熟啊？姐姐，中奖了，可以免单啊！你喜欢什么？我送你。哎，特等奖只有1位。那就要这店里最贵的一块女表。不行，那块表是周总买给我的，蓉蓉姐，那是我的。那可真不巧了，我也看上了。周总，你看蓉蓉姐，她好凶啊，吓死人家了。既然吓死了，还戴什么手表啊？省下钱，要副好官才更实惠。你这张嘴甜起来要命，毒起来更要命。给我包起来！一个吃软饭的，你装什么阔呀？你信不信我？哎呀，姐姐，你看他呀，真要打，昨晚没打到，今天可得找机会了。姐姐啊，沈柔，你又打我，你他妈打上瘾了是吧？你敢欺负他，我就敢打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欺负他了啊？你没有欺负他，他一个小孩子，难不成还能欺负到你的头上吗？对啊，我年纪这么小，还能欺负到你头上啊？你，好，好，我不和你们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包起来！这，你看清楚了，我是周氏集团的总裁周鹤野，他是什么东西啊？一个靠脸吃饭的男模，你想清楚了，这表到底该卖谁？是，我知道了。二位先生，刚刚我们池少总助理来电话了，说池少总交代，这个手表要卖给……是我，对不对？成了，我就知道，那么大的让利，池少总不可能不动心。沈柔，你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？最终能跟池少总合作的，只能是我。这个面子，池少总当然要给我。难怪传闻池少总狠戾无情，周鹤野让利就能让他反悔，这传言还真对上。区区一个小白脸，你跟我争什么争啊？小白脸，昨天晚上我屈尊来找你谈，你跟我摆谱。你现在看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？就算有沈荣护着你，又怎么样？我碾死你！
就像碾死一只蚂蚁。周总就这么有自信？石少总说这块表要卖给这位先生。什么？卖给谁？你再说一遍。石少总亲自交代，手表要卖给池白先生，并且什么？请先生您立刻带着这位小姐离开我们商场。石少总说，还说什么？石少总说他喜欢安静，你们太吵了，他不喜欢在他的商场吵吵嚷嚷，影响其他贵宾的人。那我们俩刚才也吵了，是不是也要？您二位放心，池少总特别交代了，你们二位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池少总说，长得漂亮的人连吵架的声音都是悦耳的，只有那些不仅长得抱歉，而且特别爱发出噪音的丑人才需要被请出去。周总，人家哪里丑了？够了，走。等等，周总，你刚刚不是信誓旦旦的说池少总他一定会跟你合作的，现在这人都要被撵出去了，那合作还能成吗？沈荣，你怎么了？周总，慢走不送哦，要注意安全。池少总地界的门槛高，你小心别再绊着。沈荣，就算我跟池少总合作不成，也轮不到你来得意。沈荣，你搭上的要是池少总，你讽刺我两句也就算了，你找了一个男模，也配来踩我？本来说好是要给你买的，结果我自己却先戴上了。姐姐，谁让我手气那么好，一进来就抽到大奖了，真是惊喜啊！更惊喜的是，那位池少总居然亲自出门处理这件事情，这么有趣的大人物，还真是头一回见。弟弟，姐姐夸别的男人，你不会吃醋吧？姐姐啊，你喜欢那位池少总吗？笨蛋，姐姐只喜欢你，那池少总再有趣也跟我无关，我要嫁的只有你。那如果我就是我和周鹤野的股权分割还要补齐资料，我得先去一下。我陪你。你不是还要筹备婚礼吗？你先去忙吧。你自己可以吗？姐姐很期待弟弟会给我准备一个什么样的婚礼。沈荣，他做什么啊？不就是包养了个小白脸吗？还有那个池少总，我哪得罪他了？说了让你少喝也不听，难受了吧？周总，您胃不好，医生让您最多喝1瓶，这都第5瓶了。最多1瓶？那他之前谈生意的酒是谁喝的？都是沈小姐喝的。是的，都是沈荣喝的，是他喝的。鹤野，你胃不好，等会儿不管有谁来劝酒，都由我来喝。什么破饭局啊，非得喝，能不能不喝呀？没办法，这是生意场上的规矩嘛。
贺野，你醒醒吧！我猜都能猜到，沈荣是不想喝那些酒的，他都是为了替你扛，硬撑的。你再看看你那个小情人，年轻漂亮是没错，但他能为你做到这个份上吗？简花，打电话给子悠，就说我胃疼的厉害，让他给我熬养胃粥。沈荣能给我熬养胃粥，子悠也能。子悠就是不能喝酒，其他沈荣能做的，他子悠都能做。穆特助，那个养胃粥听着就好麻烦，要一直站旁边搅啊搅的，我哪有那个功夫啊？让佣人去弄呗，我哪做得了这些呀？手会弄糙的。那沈荣为什么就能啊？啊，他为什么就能啊？周总，那个粥要守着火，不停的搅40分钟，而且食材也得清理的干净，确实没人愿意熬。那沈荣为什么能做？他为什么能做？贺野，我原本不想打你，可我实在是忍不了了。动动你那个猪脑子，那是因为沈荣他爱你。你别误会，我回来拿股权分割的资料，现在就走。蓉蓉，蓉蓉，蓉蓉，我们是一路苦过来的，有必要闹成这样吗？婚都离了，说这些有意思吗？蓉蓉，外面那些女人跟你根本就比不了，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最特别的，你怎么就不懂啊？周鹤野，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这些话，你自己不觉得恶心吗？蓉蓉，我想通了，以前是我错了，但是男人嘛，总控制不好自己的时候。子悠这个事儿，这事儿是我让你难堪了，你介意是吧？我立刻开除夏子悠，我现在就给人事打电话。周鹤野，没必要。没必要了，蓉蓉。我看你是越活越回去了吧？那个毛头小子能给你什么？他打1年的工都买不起你身上这件衣服。没关系啊，我不在意这些。那你到底在乎什么呀？我的态度啊？我现在够低姿态了吧？我说了，我可以开除夏子悠，我甚至可以不再跟他联系。别，你可千万不能不和他联系，你们俩最好锁死，省得去祸害别人。沈柔，你变了，你真的变了。周鹤野，因为人都是要往前的，不可能永远有人在原地等着你。那你以前怎么不这样？啊？哼，说到底就是因为搭上了池少总。你现在有靠山了，你以为你就能压我一头吗？你知道吗？池少总要结婚了，他已经在筹办婚礼了。所以呢，和我有关吗？是你要嫁给他，还是你们家子悠要嫁给他？你，我已经找过池老爷子了，他虽然说他管不了，但也说了，池少总对他的未婚妻那是宠得很啊。只要我能打动他的未婚妻，池少总的合作我唾手可得。找人脉、攀关系，那可是我的看家本领啊。池少总那种另类不会再有第二个。周鹤野，我以前以为你很聪明，看来跟夏子悠他待久了，智商都变低了。周总，您让我查池少总未婚妻的身份，完全查不到。废物，查了这么久，你就告诉我查不到？但是我查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什么？快说。圣地亚酒店，池少总结婚的地方。池家名下的顶级酒店，
对，但是那里现在为了布置婚礼，已经完全不让人进了。备车，现在就去，说不定还能见到他的未婚妻。哎，周总，您10分钟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投资会要开。推掉。周总，这不让外人进，这还是我托了朋友的关系才让咱进来的。好精致啊！是，以池少总的身家，肯定是要配最好的。不只是钱，是心思。这得花多少心思？沈若，我们结婚时连个像样的酒店都没有，就几桌亲戚，她连条像样的裙子都没穿。蓉蓉，就这样嫁给我，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只要嫁的人是你，你待我真心，什么都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说，我对沈荣还不够好吗？他要什么我没给，他要做什么我没答应啊。周总，这个我是在外面有女人，是我对不起她。可像我这样身份地位的男人，哪个不是这样啊？是，你看着吧，现在池少总花这么大心思去筹备婚礼，背后一大堆女人，这才是常态。沈荣他怎么就不懂呢？是吧？你怎么带我来这里啊？这里正在筹备婚礼，带姐姐来看看。本来打算婚礼那天再给姐姐惊喜，但又怕万一她有哪里不满意，还是先带她过来看看，确保一切都符合她的心意。傻弟弟，这是别人家的婚礼，看看嘛，就当参考。周总，这都过去3个小时了，除了工人也没人来啊。我估计池少总的未婚妻应该不来了。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废物，连个人都找不到，害我在这儿当门神。周总，有人进来了，好像是个女人。哪儿？你赶紧去把池老爷子请过来。我就这么直接去找池少总的未婚妻，还是太冒失了。有了池老爷子帮衬着说话，会更自然一点。是周总，我马上去办。沈荣？怎么会是他？沈荣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听说这里婚礼场地布置的不错，我就过来看看。果然，他怎么可能是池少总的未婚妻？你是一个人来的，还是说知道我在这儿，特地来找我的？周鹤野，你醒醒吧，我家小孩带我来的，等会儿他就到了。姐姐，你先进去，我去趟卫生间，很快的。沈荣，刚才我站在这儿，就像是挨了一闷棍，满脑子都是咱俩刚结婚那会儿，你跟那个小白脸。好，我就当是你捅我一刀解恨了。但是现在你气撒够了吗？我们从头来过，好不好？周鹤野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彻彻底底的，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沈荣，你看看这个婚礼现场，精不精致？这是池少总给他的未婚妻办的。原来是石家的手笔。精致吧？这是多少女人做梦都想得到的婚礼啊！当年我穷，委屈你了，但是现在只要你同意，我可以给你办一个和这一样烧钱、一样晃眼的婚礼。我可以让你做全城最风光的周太太。没有这个必要，留给你的夏子悠去吧。沈荣，你到底图什么呀？他有什么呀？他能给你什么？他能给你这种踩在钱堆顶上的婚礼吗？他这辈子都不可能。我怎么就不能给姐姐了？前夫哥，你能给的我能，你不能给的我也能。小白脸，你口气不小啊！摸摸你的兜，比你脸都干净。
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我脸干不干净不清楚，但比你帅，比你高，比你被姐姐喜欢，这一点你得认。沈荣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他带你来这种地方，看别人家的风光，看别人家的排场，不就是因为他两手空空，只能让你像一个可怜虫一样望梅止渴？他有没有钱我不在乎，只要他有一颗对我死心塌地的心，这就够了。死心塌地，那是因为他现在穷得叮当响，他得巴结你，他得靠你养。沈荣，你醒醒吧，他但凡有点身家，外头那些小妖精早就排着队扑上来了，轮得到你吗？周鹤宇，你凭什么拿你那颗脏透了的心去揣测别人？别拿你和他，你不配。你说什么？周鹤宇，人之所以和畜生不同，是因为人能控制得了自己的行为，而不是像一只发情的公狗一样。那和畜生有什么区别？我只想找一个能忠诚于婚姻的人。柔柔，那你到死都找不到这样的男人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实在看不下去你被人蒙骗，特意让妈来的。妈，生煎土边那个郭大荣的小白脸就在这儿。周鹤宇，你把妈扯进来干什么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是你要干什么？蓉蓉，要不是鹤爷呀，我还蒙在鼓里头呢。这狐狸精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哎呀，你说你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，非要去当狐狸精？你对得起你爸妈吗？蓉蓉，刚才的话呀，我都听到了。鹤爷爷后悔了，如果你点头啊，这婚礼啊给你重办，跟这个一模一样。哎呀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错过了鹤爷，你就真的错过好男人了。周鹤爷，好男人。我说那鹤爷不是？难道这个把你迷得五迷三道、来历不明的狐狸精就是？鹤爷，这次你还真没说错，但我可不是什么狐狸精。你少给我油嘴滑舌！来，大家伙给我评评理啊！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，非要缠着我这个离了婚的闺女。他就是个废物，连个像样的婚礼都给不了，只能带沈荣来这看看别人家的风光，过过眼瘾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姑娘要听你妈的，这小子就是图钱来的。就是，这种吃软饭的小白脸我见多了，只会害得你人财两空。蓉蓉，你听到没有？连外人都看得一清二楚，你到底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啊？阿爷，那如果我能证明我靠近姐姐不是图她的钱，我娶她是因为我爱她，那您要怎么说？证明？好，你要能证明不是图我闺女的钱，我刘素贞啊，给你磕头认错。阿爷，不需要你磕头认错。如果我能证明不是图她的钱，姐姐在想什么呢？我和周鹤野离婚的那天，我妈也来了，我是脱离苦海了，可她呢？姐姐，别难过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，我只是心疼她，她永远都不会清醒，永远都不会明白，她也是值得被爱的。那阿姨，您也得离婚，过自己的生活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一个穷小子，连婚礼都办不起，你就带我闺女来这过过眼瘾。你要不是冲着我闺女的钱，我刘素贞别说离婚，我去找男模都行。是时候告诉姐姐真相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其实这里不是我带你来看看的，这里就是我给你准备的婚礼现场。你说什么？沈荣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就是你找的好男人，是一个图你钱财的软饭男，更是一个满口谎话、
胆大包天的骗子！这里明明是池少总给他未婚妻准备的婚礼现场。我们进场布置的时候就听说了，是鼎鼎大名的池家给未来少奶奶办的。蓉蓉，你听见没有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都敢撒这种弥天大谎，你还说他是好男人？你别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呀！让你联系陈老爷子，人去哪儿了？已经下车了，马上到。猜猜，要是让陈老爷子知道你这个小子胆大包天，敢把他宝贝孙子精心准备的婚礼说成是自己的，会发生什么？石家，哎呀，老天爷呀，这可是我们惹不起的大人物。蓉蓉，趁石家还没发现我们快走，这池家呀，咱们得罪不起的。弟弟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这里是你准备的吗？是啊，姐姐，千真万确。好，我信你。妈，我不走，这里是为我准备的，是我沈荣的婚礼，我为什么要走？哎呀，这是池少总的婚礼，你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呀？这个狐狸精到底给你灌了什么汤药？小白脸，戏演的够足啊！你该不会还要说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池家少总吧？周总，陈老爷子到了。妈，你别担心啊，我跟陈老爷子那是有交情的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会牵连蓉蓉。至于这个胆大包天、满口谎话的骗子，等着瞧吧。贺爷呀，你说我孙子的未婚妻来了，他在哪儿呢？你带我去看看。这个臭小子把人藏得跟稀世珍宝似的，我这个当爷爷的到现在连个头发丝都没见到，真是不像话。老爷子，实在是对不住你，是我一时心急，看走了眼。石少总的未婚妻，她没来啊，但是现场有一个人胆大包天，大放厥词，说这个婚礼现场是他准备的。放肆！这明明是我孙子准备的，带我去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敢冒充我孙子，我非得削掉他脑袋不可！哼！怎么啊，爷爷，您这是想连我的脑袋一起削掉？爷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孙子，这就是你藏着的心肝宝贝未婚妻呀！对，爷爷，就是她，沈荣，我认定的妻子。哦，池白，池家的池，所以你根本不是什么无依无靠的穷小子，你是池家少总。姐姐，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，看着我像个傻子一样被你耍得团团转。姐姐，听我说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听我说，我没有打算要骗你，只是一开始你和我说你讨厌有钱的男人，我怕你知道我的身份，就开始像躲瘟疫一样躲开我。够了，池白，你说的再理都改变不了你从头到尾都在欺骗我的事实。姐姐，池白，姐姐，没事的，我之前就看这个板子有点骚，人小还没消耗，会疼，我得狠狠批评他们一顿。你不要再说话了，医生马上就会过来。来人，快来人！没事，甚至感觉不到一点疼。孙子，你究竟怎么了？孙子！你醒了？你都被砸出脑震荡了，还硬撑着说没事。你是一点都感觉不到疼吗？身体上的疼算什么？姐姐生我的气不肯离我，这里才痛。姐姐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
你总不能这么忍心看我心疼死吧？周鹤也有句话确实没有说错，你还真是茶的炉火纯青，浑然天成。但是谁叫我吃你这一套？在你手里了，行不行？姐姐，那你就是原谅我了？本来是不准备原谅你的，但是你都被砸成那样了，还硬撑着说没事，不疼。其实不也是在骗我吗？但是我知道你是不想让我担心，所以啊，我想通了。虽然说我不喜欢谎言，但是善意的谎言好像也不是那么不能接受。姐姐，姐姐，我要亲你。你都成这样子了，你还想着亲我？姐姐啊，你刚才的话太甜了，甜的我感觉像嘴上抹了蜜一样，我得亲自尝尝，才能治我伤口的痛。资产交割清晰，所有法律手续都彻底办结。周鹤野，你和我之间终于再无瓜葛。蓉蓉，等等，我给你带了东西，看完再走，好吗？你不肯回家，我就都给你拿过来了。这都是你以前最爱吃的，这很久都没有做了，卖相也不如从前了。蓉蓉，你还记得吗？以前在出租屋的时候，我经常给你做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们虽然穷，但是想想也挺开心的。周鹤野，何必呢？蓉蓉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背叛你的，是那些女人自己往我身上扑的。我能拒绝1次2次，但8次10次呢？100次呢？我是个正常男人啊！你笑什么呀？你以为吃白就能例外吗？是啊，他就是例外。哼，对，他如果是你养的小白脸的话，还有可能，但他不是，他是池白，是池家的太子爷。你以为像他那样的身份、地位、年纪、长相，身边就只有你一个女人吗？你做梦！周鹤野，我敢从一段烂透了的婚姻里面逃出来，进入下一段婚姻，就足以证明我信他。信？你太天真了吧！男人都一样的，他就是图个新鲜。我告诉你，这段时间我就一直在查，我就是想让你看看这位池家少总的真面目。告诉沈荣，池家少总的身边围着多少女人，把他那些风流事见见光。哑巴了，说话呀！周总，池少总身边除了史小姐，没有别人。他那种身份的人，女人不往上扑，怎么可能？因为他是人，不是畜生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只守着一个女人？去，再给我办件事。周总，您说。周总，这样会彻底得罪池少总吧？我不管，池家少总，我不在乎。我只要沈荣。是。蓉蓉，等我办完了这件事，我看他还要不要你。放开我！我要见周总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子悠，被开除了还不死心？闹也没有用，周总现在压根儿不想见他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沈荣，我和周鹤野闹了这么久，他死活都不肯开除夏子悠，现在倒是干脆了。可迟来的妥协有什么意义呢？沈荣，你现在满意了？你这个老女人，鹤野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亲口告诉我的。他摸你就像摸他自己一样。告诉你，鹤野他一定会让我回来的。夏子悠，周夫人的位置我已经让了，是你自己没有本事坐上去。沈荣，我告诉你，鹤野他一定会让我回来的。你想多了，这次不是我想开了你，是周鹤野他开了你。不可能，你撒谎！鹤野他不会这么对我的。你爱信不信。沈荣，你为什么不去死？骗我的对不对？鹤野他不会这么对我。你没说过爱我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这神神秘秘的，到底要干什么？姐姐，你还记得未来丈母娘承诺过我什么吗？你是说我妈在这里面？这不可能啊！自己看。谁呀？姐姐，干嘛？没事的，姐姐。这个样子，吃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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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爷，那天我给录音了。你们谁呀？你别说话不算数啊！你们。你们谁呀？是的，姐姐。你们干嘛？你们走开！你们伤风败俗！哎呀，让开！没事，姐姐。这都1个小时了，我妈她真的没事吗？可能正和男模打得火热吧。这怎么可能？就我妈的性格，她不会。姐姐心里苦。怎么了，姐姐？姐姐这些年心里比吃黄连还苦。姐，渣男咱不要，咱自己精彩。对嘛，就是。对，我要跟渣男离婚，我要做自己。做自己，做自己。你们太好了啦！姐姐，我妈她真的肯了。姐姐，你最后一桩心愿，我要在结婚前给你完成，让你没有牵挂的嫁给我。赤白，谢谢你。我自由了，妈妈终于也自由了。姐姐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淑珍，你闺女离了婚，真能嫁这么好，别是唬我们的吧？哎呀，这不都带你们来了吗？持家少总，我女婿。现在，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，许下永恒的誓言。等等，池少总，恭贺新婚啊！我今天来，除了恭贺池少总，还有些东西要给大家看看。这什么照片？哎，你看这怎么回事啊？这诸位都看到了吧？她沈荣曾经是我的妻子，我们朝夕相处了10年。池少总，你年轻有为，人中龙凤，这环顾四周，
有不少的名门淑女都对你倾心吧？何必执着于一个离过婚的女人，一个被别人玩了10年的女人？你们池家堂堂豪门，当真能接受这样的儿媳妇吗？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孙子他非要啊，不接受也得接受啊！天哪，新娘子居然离过婚，用了10年，这嘴可真够毒的。蓉蓉，对不起，我不想伤你，可这是我唯一能拆散你们的路了。我就不信池白能忍下这份奇耻大辱，池家能不要这个脸？池白，我也不知道他会闹到这种地步。如果你在意的话，我现在……姐姐，如果我在意，就不配说爱你。周鹤野，你的确和姐姐结婚10年，这是我想否认也否认不了的事实。但你觉得这10年是姐姐的耻辱吗？你以为我会因为这份耻辱而嫌弃她、抛弃她？不，这10年不是姐姐的耻辱，而是你周鹤野的荣光。你能和姐姐这样美好的人在一起结婚，是你周鹤野无上荣光的事。然而你并不珍惜，所以这份荣光我会永远照耀在你的身上。现在这份荣光属于我，池白。他不在意，他怎么可能不在意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天啊，是深海之泪，全球唯一的顶级蓝钻哎！池家少总真是大手笔呀！这太贵重了，配姐姐刚刚好。这枚深海之泪生来不凡，光芒夺目，无论谁曾经拥有过它，谁佩戴过它，都只是暂时的过客。它的光彩只有真正懂得它的人才配拥有，而现在他找到了他真正的归属，只有真正懂得它的价值，珍惜它的人才能让它永远这么耀眼夺目下去。别怕，有我呢，我们向前走，不回头。好，向前走，不回头。哎呀，好小子，这话说的，这是让我们池家还得和他一样，把他当心肝宝贝宠着。哎呀，刚才谁说我闺女没有好下场的？看看这排场，这大钻戒，哎呀，这女婿啊，我是越看越喜欢。淑珍，还是你有魄力，眼光毒啊！你看你离得好，离得妙啊！你看这好日子不就来了吗？改明儿啊，你把我们姐儿几个也带上啊！对对对，咱们组团，咱也学你。凭什么那些老渣男跟广场大妈勾勾搭搭的，咱姐妹几个就是啊，为什么就不能去找男模？对呀，对，你说的对。石白，你这个蠢货！什么天之骄子啊，什么人中龙凤啊，你不过就是个捡破烂的、教我不要的二手货。周鹤野，你错了，被抛弃的从来都不是姐姐，是你自己把自己的明珠弄丢了，现在还企图用烂泥遮住它的光芒。周鹤野，你可真是蠢得可笑。是我把我的明珠弄丢了。石柔，等等，我有事情要跟你说。他赤白就是现在年轻，热血上头，所以才会说一心一意的爱你。他是什么身份啊？他是池家少总，总有一天他会跟我一样在外面找女人。周鹤野，你的假设
根本不存在。姐姐，为了让你安心，也为了让某些人闭嘴，有件事，我想在大家的见证下现在告诉你。在婚礼之前，我已经将我名下所有的不动产、流动资金、股票等，无条件的、不可撤销的，转让给了我的妻子沈荣女士。天哪，全部财产，这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交出去了。姐姐，你以后可不许抛弃我，我已经身无分文了。以后啊，就要靠你养着弟弟了。哼，这臭小子还真够狠的，这下好了，还得把他当祖宗供着了。现在有请诸位用最热烈的掌声，祝福这份超越一切、绝对信任的爱情。现在没有人能打扰我们了。吃吧，这都走了1个小时了，小家伙都抗议了。要不我们俩休息一下？姐姐乖，再坚持一下。医生都说了，孕初期适量走动对宝宝好。没关系，我陪着你呢。沈荣，我是特地来找你的。石先生，您放心，我只是想跟沈荣最后说几句话，说完我就走。有什么事儿，你直接说吧。夏子悠，他疯了。他本来以为这周氏总裁夫人的位置板上钉钉是他的，我不理他之后，他跳楼跳河闹过好几次，现在他精神彻底崩溃了。与我无关。这个总和你有关了。我们不，这是我的全部身家。沈荣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来找你回头的，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资格。我只是突然发现没有了你，这些东西就像是一堆白纸，堆得再高，也填不满我心里的窟窿。沈荣，这些年我总以为我不爱你了，你不像那些年轻的姑娘，崇拜我，讨好我，你见过我最失魂落魄的样子。我每次一看见你，我就会想起那些灰暗的时刻。对不起，我忘记你怀孕了。可自从你离开了以后，我发现我满脑子都是你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婚礼我也没脸送什么像样的，这些就当是我迟到的红包吧。这本来一大半就该是你的，是你陪我一点一点打拼出来的。沈荣，对不起。 沈荣，其实我心里都明白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我总想着，男人嘛，有了钱不都这样吗？直到迟买出现后，我才明白，我再也骗不了自己了。他给的全部都捐出去吧，我一分都不留。姐姐，我还以为你会心软原谅他的。
不会，有些错是不值得被原谅的。说得对，向前走，不回头。姐姐，我们永远向前看。对了，赤巴，你跟我老实交代，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？姐姐猜啊。不会是像短剧里那样，我小时候帮过你，或者说给过你一块糖，然后你就喜欢我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！要是小时候就认识你，哪怕是从小学，周鹤爷也没机会了吧？其实是姐姐第一次到会所的时候。姐姐好，姐姐好，姐姐好。不满意。都前后换了5批男模了，小姐啊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这么好看的人，你居然藏着掖着！我叫他。那天我打篮球，朋友喊我来坐坐，结果走错了，还没来得及走，就遇到姐姐了。那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解释一下？我对姐姐一见钟情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岂不是见色起意了？姐姐，我喜欢你，是第一眼见到你就一辈子的事情。Just fall in love. Give me all the things that I was so bad for love.